管制的公告将自今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镓锗两种材料在新能源和先进武器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中方对美国拉一些盟友对中国进行所谓小院高墙科技围堵的反制。那么，这样的工具在中国的反制工具篮子里还有很多。经国务院批准，出口经营者如未经许可出口、超出许可范围出口或有其他违法情形的，将依法受到行政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镓、锗在8种稀散金属元素之列，储存量相对稀少，地域分布高度不均，成矿难度很大，但对于高科技和未来能源发展至关重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中国企业的相关产品供应在全球占绝对优势地位。镓是一种银白色的稀有金属，主要与铝、锌等矿物伴生，提取难度较大。2022年，全球镓产量约300吨，中国企业贡献了其中290吨。在储量上，中国的储量最多达到19万吨，占全球已探明总量的68%。相比之下，美国的镓矿储量不及中国的1/40，仅有4500吨。多个国家和地区将镓列为战略性储备矿产，包括中国、欧盟、美国、日本等。镓有电子工业脊梁之称，也有人称其为半导体工业新粮食，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行业和太阳能电池行业。随着芯片市场与新能源市场的猛增，镓系相关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其中氮化镓是最具代表性的第3代半导体材料之一，还有氮化镓的元器件成为5G 基站、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基建建设中的核心部件。可以说，没有镓，人类就无法如期推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绿色能源方案。此外，我们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充电速度越来越快，其中的黑科技就是氮化镓材料的应用。在尖端军工领域，镓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航空周刊网站曾报道，氮化镓在战机雷达的应用上蓄势待发。美国、法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瑞典和英国的新型战斗机雷达设计方案中，氮化镓都是不可缺少的新材料。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透露，正在进行的美军 F-35隐形战斗机升级工程，主要项目之一就是换装氮化镓 TR 制造的 AN/APG-85 相控阵雷达。美国空军提交的2023年度预算案中，首次提出以9.21亿美元额外购买7架装有 AN/APG-85 相控阵雷达的 Block 4版本 F-35A 隐形战斗机。相比此前没有使用氮化镓材料的 AN/APG-81 雷达，新款 F-35的功率密度提升了10倍以上，并有助战机自身重量的减轻。使用了氮化镓的雷达也广泛搭载在美国最新型号的驱逐舰和核动力航母上。正是由于镓如此重要，今年欧洲芯片制造商英飞凌就官宣以8.3亿美元现金收购一家氮化镓企业，并斥资20亿欧元扩大产能。该公司预测，到2027年，氮化镓芯片市场将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而锗的应用比镓更为广泛，它支持了半导体、航空航天测控、核物理探测、光纤通讯、红外光学、太阳能电池、化学催化剂、生物医学等领域的产品升级。数据显示，中国供给了世界71%的锗产品，是全球最大的锗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把它作为一个战略重要的这么一个金属来管制呢，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一个是对于我们国家自己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金属进行一个有效的这个保护和管理，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国家对于本国的自然资源负责任的去开采利用和进行全球贸易的这么一种体现。中方对镓和锗实施出口管制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认为这是对美国等国对华进行科技围堵的反制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政府近期在美国的压力下，正式宣布了限制某些半导体设备出口的新规，要求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公司在出口之前需获得许可证。外界认为，荷兰政府是在配合美国实施对华芯片制造技术封锁。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还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商务部可能最快在下月初采取行动，禁止英伟达和其他芯片制造商在事先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向中国客户出口芯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标题中指出，中方此时限制2种用于芯片制作的核心原料出口，是为了反击当前的芯片战。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也称，中国对芯片制造金属实施出口限制，是在向美国和欧洲发出科技战警告。These export controls that China has announced, the Commerce Ministry announced, will start being put into place from August 1st. So anybody in China who's selling it abroad will have to apply for an export license. Good luck there. Because again, this is looks like it's a political retaliation. Looks like. 在4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回应了有关问题。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始终执行公正、合理、非歧视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政府依法对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的通行做法，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财长耶伦刚刚宣布即将展开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中美在尖端科技领域的不断升级的竞争态势，也将成为耶伦的中国行中重点谈及的问题。外界注意到，就在即将启程之际，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会见了美财长耶伦。实际上，对于关键矿产资源的管制始于美欧等发达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不仅禁止出口，还以国安为由禁止开采其境内的稀有金属矿产。美国是锗矿的最大储藏国，但美国禁止开采这种战略性矿产。分析认为，关键矿产资源因为扼守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咽喉，在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中方实施出口管制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必要举措。实际上，美国深知稀有金属产供链的脆弱性。以 F-35战斗机为例，制造一架 F-35战斗机需要400公斤稀土、600公斤钛和300公斤的锑。美国国防部曾将一大批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清单，但去年9月 ，F-35隐身战机被曝在其油泵中使用了含有中国产稀有金属磁铁，而被美国国防部暂停接收。但由于这个元器件实在无法摆脱中国供应链，美国国防部之后又改口称不涉及国家安全，而对中国企业的产品予以豁免。美国在向禁止向中国出口一系列产品的同时，其实也就断绝了它从中国获得后续的升级的资金啊，包括市场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来源的可能性。而这个对于美国的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同样是会带来这种根本性的损害与影响。好，下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声明，从8月1号起，将对加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限制，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那您能分析是为什么吗？主持人好。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呢，人们就在讨论，中国要是限制稀土出口，将会发生什么？时隔5年以后呢，中国开始限制出口的不是稀土，而是比稀土还要稀罕的钾、锗以及相关物项。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宣布要对钾、锗及相关物项限制出口。那么钾、锗以及相关物项为什么重要呢？一是战略物资，事关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这些物项与半导体密切相关。海外媒体认为中国限制出口这2种稀有金属及相关物项，从根本上制约了高端芯片的制造，是对美国、荷兰、日本等国限制对华芯片及技术出口的对等反制。你对中国限制出口高端芯片及相关技术，中国呢则对你限制出口稀有金属，你有技术但是没有材料，一样呢是造不出芯片的。中国呢还要求申请出口的公司必须说明出口的最终接收方和使用目标，这就保证了钾、锗及相关物项不会走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领域，比如说呢武器制造等领域。现在美西方还在忐忑，中国会不会在稀土上也要设限？我们知道呢，稀土是17种稀有金属的总称，有现代工业维生素之称。中国限制出口加锗稀有金属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世界各地是如何反应的呢？最突出的表现是从中国进口钾、锗及相关物项的各国企业，主要呢是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在快速的加大订单，期望先通点货再说，或者呢是加快提交申请，尽可能得到中国的出口许可。
用路透社的话说，就是相关企业在跑步申请。中国嘉泽生产商的股价呢，今天也飙升了10%。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严控稀有金属出口，日本高度紧张。报道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嘉泽很大部分呢是出口日本的。日本产经大臣说，将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采取对应的措施。前不久啊，这个日本加强了对6大类23种高性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管制，针对的呢就是中国。韩国政府呢今天与半导体及显示器行业紧急召开会议，就中国宣布对半导体材料的这个嘉泽采取出口管制措施，讨论应对方案。韩联社的报道说呀，这个中方出口限制短期内呢对供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呀，为了避免半导体等主要产业生产受到拖累，韩国政府呢将提升应对能力，加大储备，挖掘替代进口来源地。美国和欧盟呢尚未回应，大概是因为时差的原因。但是美国智库说呀，美国在这2个稀有金属上高度依赖中国，但是中国的出口限制可能呢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国产生致命一击。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